我没钱，我就是个打工的。2022年10月26日，我姐突然给我发信息，她说：“你看看我们富士康厂区，从早上到现在还没结束，人一车一车的往外拉去隔离，比2019年的武汉还严重。紧接着就是大量员工徒步逃回家，回家后正在隔离。富士康又通过当地政府下达政治命令，每村至少出1个人拯救富士康。就这样，河南又有一批新的人浩浩荡荡地奔向了富士康。出发前说的是阴阳分离，结果到厂区一看，阴阳同住、阴阳同睡、阴阳同吃。这是郑州港区富士康的化红宿舍，可能是感染人数比较多，就采取了静默管理。同时，富士康也取消了这一宿舍人进厂区的权限，所以也就不能在厂区的餐厅吃饭。宿舍饭店1碗面条已经卖到180人民币1碗，员工没吃没喝，出来向富士康讨要说法。这时警察出现了，为了能够迅速控制住局面，于是就使出了他们的祖传秘籍，顿时大片员工应声倒地。我没钱，我就是个打工的。都是打工，目前你告你们富士康那儿，警察也没当单，警察也不跟着去。我前天看病了，兄弟。慢点，李现，你慢点。而且警察又不拿钱，人家不看，不认不去。对，警察又不跟着去跟医院方面。我腰疼的受不了了，这一会儿知道了没有？呀，这个人被打的有点狠嘞。打我这人。这个绝对不能放过富士康。哪边打了？叫人，快叫人，叫人，后面叫人，听不到了。赶快走。怎么样？我们都是平头老百姓。爱警察欺负，爱他们不知道欺负，我真是勇敢，我保不在，让你们和杨生一起工作，凭什么？中国老百姓活该受这样的欺负，活该跟杨生一上班，活该为了他妈了逼的1万多块钱在这里把自己定为上，我委屈，不是刚欺负我。中国人民警察，他们谋杀我，他们要打我，他们就是警察，我报警。那就把你知道了，欺负我，他妈你不要欺负我，直接放上去，买钱我那个各个货币过来。没有，他是拿到后面，他这样把他的脚牛逼！事发4日，也就是2022年11月23号上午11点左右，大量没有人管，也就是听中国政府的号召，进厂务工的中国老百姓，他们浩浩荡荡的涌进富士康厂区讨说法，因为他们被中国政府和富士康封闭在化红宿舍，没吃没喝，1碗面条180人民币。那是不是工作？那些是不是里面上班的？应该是上班的，他们应该不知道内幕。不出所料，和刚刚一样，中国政府正在尽全力封杀这类消息。不管是谁的直播间，有一个封一个，发现就封杀。就算评论区有人在提醒，不要留言，不要点爱心，以降低直播热度都不行。一个直播一般活不到几分钟。有必要说一下，我不想叫他们富士康员工，是因为他们早已被中国政府和富士康放生，他们是被中国政府和富士康骗到这里来的，都是本本分分想挣钱养家的中国老百姓。如果不是因为到处封村封厂，没有地方上班赚钱，谁会愿意冒着这样的风险来到这里上班？最后，愤怒的他们冲进生产区，一路打砸，然后在中午12点左右来到了餐厅。大概下午2点左右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。正在富士康园区讨要说法的中国老百姓发现，又有大批不知道从哪里弄过来的新人被招募进厂。于是，讨要说法的人
就对着新进场的人大喊不要进去，里面全是小洋人。但是石沉大海，经不起任何浪花，没有一点效果。照这样下去，政府帮助富士康在园区进行30万人大练股，员工过年总要回家吧？最迟过年，整个河南省要么全省躺平，要么全省处处封村、封县、封市，河南彻底完了。